台客丢丢。现在到了嘉义稻米圣地，然后经过北回归线，在纪念碑的旁边有一个展览馆，但是它已经关了，可以去下一个点，就是睡觉的地方。到了嘉义市，第一件事去吃鸡肉饭。路上到处都是鸡肉饭，那我们很怕它早上没有开，但是这间6点就开了。嘉义人都是早餐吃鸡肉饭吗？对啊，老一辈都是这样。我们这边就是一天24小时都可以吃到鸡肉饭。这一间是特别老店，它开了40年，已经是第3代经营了。天好哦，鸡片饭。很好吃很肥。这个汤哦，超好喝，那个台语味道非常重。比一下鸡大概是多大？比啊，有这么大哦？那如果遇到会很恐怖啊！会啄人啊！为什么用那么大的鸡，不用小一点的？口感强调零脂肪。它的脚就这么大，它的屁股，哇塞，它的翅膀就那么大了，这还算小的哦。好大哦！它就是要这么大，没有办法撑太久，因为它是很重哦。哦，你看老板手都在发抖了，我没有看过那么大的。台湾才有哎，你说国外不会有。哦，是哦。国外火鸡都没那么大。国外大概是1/4的大小吧，1/3、1/4 turkey， 对，而且要烤超久的，那个就要烤超久的。我们煮要煮很久。这是我们这次这一餐是第几名？好，一定是前3，一定是前3。是你的嘉义笑话。为什么嘉义人都喜欢称自己为绿豆人？为什么？你要说答案啊？因为嘉义人啊，刚刚那个鸡啊，可以供应几碗鸡肉饭呢？其实我没有数过，没有数过哈。 200-300碗是跑不掉。所以我们刚刚猜对了，大概200-300碗。因为南部的阳光充足，嘉义又在北回归线上，所以在这边做稻田是非常有效率的，而且一年还可以收割2次。因为南部的阳光充足，嘉义又在北回归线上，所以在这边晒盐是非常有效率的一件事。海水大概是3度，是哈，蒸发到25度的时候，对，就可以结晶了。大概要晒多久才可以结晶？通常需要3个多礼拜。这一个盐池啊，可以结晶几公斤的盐啊？以这一池来讲，这一池上现在是12度，它的液体里面有12%是盐分。是。所以这么多水，它到最后可能只有12%的，就是1/10左右的。1/10的盐啊。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台客你体重几公斤？80公斤。80公斤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帮你一直晒，对，晒成人干，对，你最后会变成多少？3%嘛，就变成2.4公斤的盐。对。2.4是多少呢？就是把你的手伸出来，这样抖起来，停这一段，差不多就大概是2.4。所以我跟老板做的工作其实是蛮接近的。他把海水结晶成盐巴，我把一天的生活结晶成影片，再分享给大家。他们收割季节会长得像这样。他去捐血，他非常的热血，然后没事就公益，真是的。我们在讲的就是俊杰。因为南部的阳光很充足，嘉义又在北回归线上，所以这边养的鹅啊很肥又好吃。因为南部的阳光很充足，嘉义又在北回归线上。因为南部的阳光很充足，嘉义又在北回归线上，所以车内一定像个烤箱。因为南部的阳光很充足，所以在这边过度进滩应该会脱皮。第一次擦防晒油哈，对，我第一次。这一次，我们到了净滩现场，这边看起来不是海边，但其实是。在这次的环岛净滩。这是目前最脏的海边，但是运到垃圾集中点很远呢。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人家直接把垃圾带上来，然后请有机车的朋友就骑过去，那边再几个人帮忙运下车，这样的话机车就不用再下车的动作。你们很提早来要开始帮忙一下吗？可以吗 ？OK。其实啊，捡垃圾有点冲动。一旦一捡的话，你就会停不下来了。都有冲动的人，
然后提早很早，因为昨天很乱，所以我们今天提早2个钟头来。我觉得你越来越厉害了，对啊，老板厉害哦。这边超多垃圾的，但是大家开始有一些很有趣的默契。因为南部的阳光充足，嘉义又在北回归线上，那为什么这边有个高跟鞋？